而且我会有一些自己就是很离谱的一些担心。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在前天我跟我朋友，就是我朋友来我们家，我们本来是打算出去摆摊的，因为他一直想去卖那个手工的那个花串，然后我就陪他在这里穿花串嘛。然后我突然就摸到了我的就是乳房这里就是一个硬的一个东西。然后因为我就是最近经期前，反正就是女生经期前会有一些比如说胀痛啊那些什么的，然后时不时会有一点不舒服嘛。就是我本来也就是计划了很久我要去做个那个 B 超，然后就是在那一天下午3点的时候，我摸到了一个硬的东西在上面，然后我马上我就特别的就是焦虑。我就是一般来说，如果说里面的有一些结节呀或者是囊虫，它一般是软的，但是我摸到那个是硬的，给我吓死了。我马上挂了个号。那个时候已经下午3点半了，然后我丢下了我的朋友，骑上了外面的共享单车，直奔医院。你是很焦虑？我是非常的焦虑。然后那个时候没有号了，那个时候本来 B 超是可以开那个便民开单的，可以不用医生直接可以去照的，但是因为国庆，所以那个便民开单医生没有办法，就是他们没有上班，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开。然后我就直接去到了那个医生的那个诊室外，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挂不了号了，已经没有号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加个号，开个 B 超单？然后那个医生人特别特别好，就马上就给我加了。然后但是那天做不了做不了之后，我又就是非常沮丧的回到了那个诊室，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做不了那个 B 超了。然后他就问我你到底是哪里觉得硬？我就说上面。然后他摸了一下，他说你这个像骨头。我说但是它两边不平衡。我说我这边没有那么凸。他说人的肋骨就是人的那个两半，它不可能一模一样，它有些人是不对称的。好，我又回来了。然后我第二天我又去了，我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然后确实照了 B 超，确实里面有个结节，还比较大啊。然后医生说就是看我自己，比如说想手术的话也可以，因为那个结节还有可能长大，它长大了反正就会变得有点麻烦嘛。然后他说如果说没啥事儿，就尽快去把它处理了就完事儿了，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然后主要是就是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的就是对我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虽然说这个结节是有吧，但是位置不对，我摸到的那个地方它确实是骨头。对，我就想问呢，那你摸到的位置不是实际结节的位置？对，它是结节还在下一点。但是你这个敏感度其实也帮到了你嘛，因为你摸到了骨头，因为是结节，结果一查还真有一个不太严重的结节，对吧？对，是的。那其实也是给你提前敲一个警钟嘛，让你以后注意一点嘛。对，就是我会很焦虑我的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变化，这个可能会和我的就是我没有扯到比较玄的东西，就是跟我的这个生辰八字跟我的这个星盘多少有点关系。这是感官是挺正常的，其实是吧？因为我在网络上我看大部分的人对身体上的一些可能有一些疾病的一些征兆都会很敏感，然后有一些人会可能得了一些明明是可以治好的病，但他们也会觉得就是接受不了，很痛苦。是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现代人其实多少都还是有点惜命的。对，就是大家好像有点不接受疾病啊，不接受身体变坏变差的这个过程。对，非常的。是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吧。行，我们可以就着这个往下聊一聊，就是也跟身体有关嘛。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听众也会觉得有意思啊，觉得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的观察就是，确实身体上的一些小的变化呀，包括有的时候
你不小心就是比如说你切菜呀切到手了，对吧？我们都会有一种情绪反应，但其实这个事儿已经都发生了，而且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可能就是一不小心。但是我们情绪有的时候会反应很激烈吧。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的不接受，就是我们就似乎只能接受好的事物，然后凡是对于我们自身利益、身体健康有害的东西，我们都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一种排斥。对对，负面反应吧，就是因为我也在观察和觉察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为什么自己反应这么激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身体伤害，比如说我们做菜啊，做个饭，不小心这个盆扣了，翻在地上了，撒的满哪都是。我就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它马上要起来了，然后我现在的阶段就是我会无视那个东西，就是他明明想让我发火，然后但是我会想，哎呀，你歇会儿吧，你发也没有用，赶紧收拾吧。我是有点这种感觉。但是我几年前的话，我就会顺着这股火，我就爆炸一下，感觉。我很懂你。是不是那种感觉啊？是的，是的。就是再往深入说，你似乎感觉到你的身体里有一股力量，一股能量，它平时不是经常出来，或者说经常发作的。对不对？而且这股力量并不是说我们想让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的。它似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阀门，有一个自己的喜好，然后随着心情就。可能他就出来，想发作一下他就发作，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发作，但是他也会顶出来一下。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开会的时候啊，在一些很关键的场合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恐惧啊，或者这种不接受的感觉其实下去一些，对吧？让我们的状态好一些，表现好一些。但是他好像也是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太强大了，强大的我都不想接受它。但是不得不接受。对，然后是的。然后我看到很多这种灵性的书籍嘛，就把它就有的叫是痛苦之身，然后有的大部分叫的就是一种小我嘛，就是这种思维然后那你觉得它符合这种小我的这种感觉吗？就是很负面的、很恐惧的这种一股能量。我觉得控制它或者是接受它，可能是我们毕生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从概念上你认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小我的一种表现。对，我认可的你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的。好，因为我了解一下。对，因为我也是看一些就是他们讲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你就自己去体验一下嘛，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你的身体之内嘛，或者说你的内在当中。但是可能咱们小的时候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会觉得那生气就是我的一部分嘛，不会觉得有什么区别，对不对？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学了一些资讯之后，就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挺伤害我们自身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感受的，或者叫这个平安的。对，就是你会很痛苦，因为他来找你了。是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明明可能比如说咱俩昨天吵了一架，但是今天了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它就像是一个咬住你不放的一个东西一样，它总会让你去回忆，然后让你去反复去体验那个痛苦，然后放大那个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 bug， 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人可能他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局限一点，我觉得人他就是一个代码，就是每个人生来他就有他属于他的一个反应的模式。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如果说超脱理性来看嘛，就比如说我痛苦的时候，我其实就不想，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想。那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我的还是不是我的呢？我就会这么去想。我觉得就好像是那个代码一样，就是那你觉得它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说后天习得的？我觉得它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它只是我们天生的一个模式，可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对。是这样的。它首先它确实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上师讲嘛，就是说小我这个东西，它从我们生下来就是其实在我们内在当中就已经
已经有了，我们是带来的，并不是后天跟谁学的，或者说后天我们受到了怎么样的一种不好的事物啊，然后导致了这种负面的这种东西，是因为我们这个心灵从投胎之后就自带这个阴暗面，然后呢，只不过时不时的会呈现出来。对，就是时不时的这种 bug， 其实这种 bug 挺难受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因为其实是自身难受。对。咱先不说他对其他人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自己这块是感受很差，就是难受的。对，它会让你就仿佛世界变得很黑白了呀，或者说眼前的所有的美好都变得不美好了。对。它这种负面的力量，其实，所以我就是觉察到了这个东西真的存在之后，我会觉得那其实问题是出在了这儿。所以如果有相关的这些方法呀、法门呢，我会愿意去实践，去把这个东西削除掉一部分吧，减少它的力量。就是目的很简单嘛，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嘛。对，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小孩的那种快乐真的是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终极追求，就是那种对，天真的快乐。我懂你。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仿佛现在也确实失去了那种能力了，就因为我妈妈总讲说，其实人岁数越大之后就会越没有快乐，就是对，什么东西都变得不快乐。但我妈挺快乐的。那她一定境界很高。对，我其实觉得我妈是难得糊涂。我妈属于那种看起来稀里糊涂，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哈，也可能是她内心的痛苦被她忽略掉了。就是她确实是一个就是蛮能自洽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爸跟她学习，就是总是那种情绪比较稳定，然后天大的事儿他也能睡得着觉那种。那这个境界太高了。是，然后我妈就总是诋毁他，说他什么高境界，他是没有信。我觉得你妈这个说法未尝不对，就只能说他们就是天生的这个模式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就是钝感力。但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他自己的感受是好的。对。然后跟很亲近的人发生冲突的这种机会也很少。那你爸爸好幸福呀。对呀，所以他的口碑实际是超过我妈，但是我妈好胜心比较强，会不接受这种超过他的事实啊。我懂。所以我爸找到了我妈，就是因为我妈是一个超级难搞定的人，所以他的人生课题的难度就我爸的人生课题难度，我觉得是超级高的，因为我妈没有人能受得了他。那我觉得你爸爸挺不容易的。是，所以我妈就会反去攻击他，就找他很多的缺点来证明说，其实你看他看上去好像人畜无害，实际上他可会气人了，他可那个不负责任了之类的。我懂。就是你妈妈其实不接受就是别人对她的一些评价，她可能也需要一些理解。我其实觉得她跟我挺像的。就是我妈妈。对，就是在我更小一点的时候，可能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确实是那种见不得别人好的。但是我不是说真的看不得别人好，而是我很嫉妒他们。可能我现在还是会有一点吧，就是我觉得人都有这一部分这个也是正常，也算是阴暗面吧。而且你能很坦然的说出来，我觉得你已经在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在走了。就是你没有去很虚伪的说我没有这么想我可没这样。你能公开的讲出来，我觉得你的心理就已经非常健康了。妈呀，你真是太会说话了。没有，真实感受，真的，我就觉得我都没有去勇气去说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一面，只不过是程度的不一样而已。对，是的吧？反正我觉得就是可能也会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攻击其实还是蛮多的。就是我这么想了之后，我可能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想呀，这样那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我现在虽然说能说出来，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
就是还没有和解。我评判你自己，你不接受你自己，会嫉妒别人的那一部分。是的。哦，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频道会有多少人看哈，但是也不少，也不少嘛。那好，那我就不说了。那我就不说了，因为就是我现在其实还是会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我这方面会有所波动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认真分析了下来，我觉得我的点其实不是说看上去的那样。你的意思是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吗？不是，就是我确实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意思。哦，可能你的点不是很普通的点。对，是的。就是可能有点绕，别人很难理解。是的，很难理解。需要你解释一下，大家才能大约理解那个意思。是的，我的点很奇怪。但是还是哎呀。那你从理念上可以就是讲解一下吗？就是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得到了，我就会很羡慕。我很羡慕之后，我就会去，就是会去诋毁。诋毁完了之后，我又懊悔。就是你会去诋毁，他得到的这个东西的不好吗？不是，其实我诋毁的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也不算是诋毁吧。我就是觉得可能是讲感受方面嘛，是诋毁具体的事物，还是说这个人即使他得到了，他也不会多开心吗？还是类似于这种？不是的。哦，是诋毁那个具体的事物，是吗？对，但是会在心里悄悄的诋毁。明白。其实因为我觉得你剖析自我的阴暗面这个东西，说实在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是大家也不是圣人完人，对吧？这个很正常，就是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我觉得你能去讲这个东西就已经很厉害了，已经超越90%以上的人了，真的。谢谢你，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说实在的，你说一个人完全不会嫉妒，我不相信，我不觉得那这是一个人，对吧？完全不会嫉妒的人，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就具体聊聊哈，就是咱不是聊你，就是说聊这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吧。你就比如说女生对吧，都会去比较容貌啊、身材啊，对不对？然后男生就会比那些什么事业呀，我开的是什么车呀，是几十万的呀，还是说我的女朋友够不够漂亮啊，够不够性感啊，对不对？就是人的这种比较啊、虚荣心，我觉得其实是极其普遍的。只不过说话说回来，这些在心灵上或者说灵修上啊，或者说人生层次上有一定追求的人，他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而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太普遍了，主要是。对，他会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才不正常。对，他们会这样的，对吧？他们会觉得那是人就会追求好的东西啊，好的事物啊，值得炫耀的这种，对吧？一切事物。那如果你认为这种想法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你不正常。就是90%的人会这样去想，但是像咱们如果说像你都会觉得有点懊悔这种想法，我就觉得其实那你的某一部分其实还是能量很强的，就是我指你好的那部分。是吧？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好的那部分可能没有发挥出来。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好人，并且我会想方设法让我自己接受我自己是一个坏人的这样的一面。我不希望我自己是被这种束缚着的吧。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我好的时候没有人认可我，那我对抗这种不公平的方式就是我把它做实了，我就不委屈了。我没太理解是什么叫做实了。就比如说他们就是我小时候，他们一直会觉得我脾气很差，觉得我这不好那不好的，觉得我就是非常的不讲道理，然后又非常的就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当时我会就是我可能小的时候我会去跟他们对抗，就是我会尽全力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之后我反而就是想让他们
就是看到这样的我，他们接不接受无所谓，但是我想让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他们觉得现在就是我还是在努力的做一个乖孩子。让他们看到现在什么样的你，就是叛逆的我，垃圾的我非常不好的一面，我会尽可能的向他们展示我不好的一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你想表现的是，你们不要觉得我在意你们的看法，对，是这个意思，对吧？是的。所以我想怎么样展示我自己，我想说什么，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能力。是的，我不在乎你们怎么去想，怎么去评判。对，你理解到了精髓。哦，懂。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啊。但是我说实话，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还是会有情绪反扑，就是你想做到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判和看法，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在意。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痛苦就是活该。我明白，因为我们确实会有一些地方是类似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你这么做没有错，是对的，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去压抑自己的话，我觉得那一条路可能会更艰辛。对，就是现在可能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了，唯一能让我自己可能觉得好受一点的方法了吧。我觉得你敢于叛逆本身就是需要能量和勇气的。这个首先咱得承认这一点不是谁都有能力去做得到的。是，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敢这么想，但他一辈子都不敢这么去做。有的人他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但他一辈子都不敢去在别人面前去承认这个东西。即使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能你觉得有的时候我大大咧咧的，我跟别人说了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事后呢别人如果真的去评判我的话，你又会觉得那我自己自找的，我非得去跟他们说，或者我没有防备的去跟他们说了之后，我自己留给他们一个把柄了，让他们去评判。那这件事我会有点懊悔，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虎，对吧？这种感觉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我也观察很多人嘛，在我看来其实你这种行事风格的人我是比较欣赏的。就首先我比较欣赏，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真实，而且其实这样的人他会逐渐走向更自信的阶段。我有这种感觉。因为其实你的过程是在去掉你的包装，去掉你的所有的伪装啊，这种包裹，然后呢，你开始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了。然后，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纠结，这个很正常，会有纠结。但是其实它是一层一层突破的，它不是说我一下子我100%展露在大家面前，它是一步一步的。你在每一步当中，你会感觉到一些不好的反馈，一些不良的声音，或者说包括自己的一些纠结的东西。情绪，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几年这样的一个跨度的话，其实你是在提升过程当中。是吗？天哪！我听到你说这句话，我真的好开心，因为这是真的是第一次有人会认可这样的我。那你先听听有没有道理嘛，对不对？非常的有道理啊！我也不是单纯的去夸你或怎么样，因为我的认知能力就是也是在我自己范围内的，所以只能讲自己的一些认知吧。但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朋友，不是说全世界只有你这样而已，也有这样的朋友但是他也有他的很多的负面的问题，我也看到有时候也跟他探讨和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有共同之处，就是敢于去展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其实一个是更可信赖，就是他可能非常不愿意去撒谎，去包装自己，去说谎他比较真实。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走在一个心灵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虽然是有痛苦和代价的确实是有痛苦的。但是我觉得你从10年、5年这样的跨度，你来回看自己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在成长和提升当中。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我最近就是近年是有的。可能也就是接触了可能情感这一行吧，
然后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悟。因为说实话，这一行的人都还是算就是在感情方面、感性方面认知还算蛮高的，但是之前的话确实是非常的懊恼，没有办法是去拆解自己，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自己，就非常的不知所措，就像这无头苍一样到处乱撞，然后又非常的渴求别人的认可，但是我自己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觉得是你的一部分不接受这样的自己。就是如果说你是完整的不接受自己的话，你干脆就不会这样去做。就是还是你内在有一个或者说分裂的两部分吧，一部分的力量是想让你就去做，很随意的自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人生我说了算，对吧？我不想把决定权交在别人手里，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就很叛逆的这一面，很自由的这一面。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可能相对负面的声音，会去评判你自己，攻击你自己，然后有理有据的去折磨你自己。对，就是有理有据，说的太对了，就是我的状态，就是有理有据的，就是去。因为另一面的你，那个很勇敢的你，他留下了足够多的证据，让那个你去抓住，然后让你另一个你无法辩驳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挺好的，可能是一个人成长的，或者说灵魂的一个进化的一个必经之路。对，因为至少你看到了两面的自己。是的。你把它拆开了。我的天哪，我听到你说这些我好感动呀，这是真的，就是你其实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但是之前可能是我都不敢往这个方面去想的。真的，我会觉得就是我还是会陷入那种批判当中吧。明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其实很痛苦。是的，每个人都会批判，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做节目聊天呢，包括这一切的意义，其实就是为了去解决或者说去改善这些问题。就是首先是帮助我，帮助你，每一个参与到的人当中，它是一个一线的一个交流吧，就是第一手资料嘛，相当于如果说你能疗愈我，我能疗愈你的话，那首先我们彼此是获益的。然后其实有相关问题的人，类似经历的人和感受的人，他们也会汲取到一些能量和一些疗愈。是的，是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通过你的引导，我觉得把它的意义就逐渐的展现出来了。我天哪，这个节目的主题一下子就升华了。就是让你更了解你自己了，然后让我也更了解我自己，然后让每一个听众都更加的了解自己。是的。我觉得人性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探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需要你这种特别真实、真诚的嘉宾才可以，因为那你像之前的嘉宾可能就没有聊到这么深入吧？我觉得，其实真的，你的能量和磁场是很好的，只不过你会不相信这个东西。对，觉得然后我另一个朋友就是我说跟你有点类似的那个，也是很真实的一个人，然后总是会没有什么忌讳的去展示自己的一些缺点，或者去谈论自己的缺点。他其实也有一个主要的负面问题，就是一个自我评判和自我攻击。然后其实我跟他说的很多东西，他也是不相信。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吧，真的。就是你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原因就是可能就是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吧，或者是对于……我跟你说不对，就是我这里想反驳一下你，因为其实你一定是自信的，你自信的理由和证据就是你敢于做自己，你敢于叛逆，你敢于展示自己不应该暴露的那些东西。如果是你真的是一个不自信的人的话，你应该把那些东西藏得特别深，别人问你，或者甚至是发现了，你都不承认。可能这个你认可吗？对，可能是的。其实像你们这样的人是非常自信的，真的。但是你们自信的这个背面，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它会拼了命的让你自己去不相信你自己是自信的，你是有能量的，你是有勇气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我往下说，因为这个东西它最害怕的就是你的自信。你的自信就像一道光芒一样，会把它怎么说呢，显得就是特别的没有价值，特别的没有存在感，特别的没有很虚弱吧，甚至说就是它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好像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了。对，我好像能理解了。所以你的自信、你的光芒、你的能量，你所有的这些明明是你自带的一些很好的东西，它越美好，它越耀眼，有一些存在吧，或者说一些思维思想，它就越觉得它碍眼，它就会越强烈的去对你展示一些这种攻击啊，或者说否定啊。反而如果你不去那么做的话，你就循规蹈矩的，畏畏缩缩的，每天就是活在一个壳子里，那他会觉得，你这样很乖哦，你这样做的其实很对，很安全，这个牌就应该这么打。然后呢，我也就不折磨你了。我觉得你今天表现不错，就他在 PUA 你。这非常新的观点哈。就是其实他就是在打压你。甚至说他其实就是在打击你。说的越来越玄了。他会不停的说，因为负面的声音它其实是有思想的，它是负面的思维，它会告诉你，你觉得你很自信吗？你觉得你很厉害吗？你敢于去展示这个，你敢于那个，别人不敢说的话你都敢说，你凭什么？你靠的是什么？你的自信从哪里来？他就会不停的去拆你的台。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负面的声音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能量和力量才能够去压制它，甚至是化解它。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是对的。你能理解对吧？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去看一些耶稣的话语啊，爱看一些佛学的东西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力量就是有一种比我们自身还要强大的这种光芒和能量。我大概理解了。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小我这个负面能量一顿这个鞭打。对，心理按摩是吧？对。然后你不觉得看完他们说的一些话之后，你会觉得好一点了？好像确实也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对不对？对。还是蛮神奇的吼。是因为我其实说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过程。其实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觉得你面对的那些或者说自我的内在的这种矛盾，其实每个人都有。对，每个人都有。确实，但是很少有人就是会把它们拆出来。对。是的，我觉得你的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就是你已经看到了问题，然后也能分得清楚，对立的双方是谁，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差异性，不会把他们混为一谈，然后，而且你内在的那个好的力量，也就是其实你自信的那个力量，已经是逐渐在壮大当中，只不过，那些残余的那些势力吧，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被化解掉，然后还是有一定的本事让你去烦恼一会儿啊，焦虑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其实这个在奇迹课程当中已经明确的指出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它在扰乱我们内心的这种平安呐，这种喜悦。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你不化解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本质的得到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原来是就无论你的外在拥有什么，你是中了1000万的彩票啊，你还是找了一个全世界最完美的男朋友啊，还是你拥有一个多么圆满的家庭啊，这些都没有用，这些都是一时的东西，让你上瘾的东西，它不能够永恒的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喜悦。
但是这个理论大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啊，这都可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每一次跟你们聊天真的挺有意思的。就可能有一些方面是你还没有太完全接触到的，但是会有一些类似的东西。对。因为你做情感呢，做心理，其实已经非常的接近于这个就是形而上的层面了，已经到离这个精神世界，我觉得已经不远了。对，我每天我就是做这一行，你就会感觉到你每一天都好像就是快要成仙了。就是每天都好像自己要接受，就是要接触到了宇宙的真理，这种感觉。太对了，你说的完全正确。哎呦，就是每天真的可会催眠自己了，但是实际上一看工资，还是有点恼火。没有关系，其实你的工资只是跟你身体层面有关系的东西，它跟你的精神层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所有跟身体有关的这些定义，跟你的精神本质，它实际上就不是一个东西。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好像也可以这么理解。对，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这种灵魂的这个力量啊，你的精神的力量，跟你现在的这个角色，你的身体，其实它俩没有必要放在一起去比较的这种意义。就比如说我看我的工资啊，我看我的外貌啊，我看我的行为举止啊，其实这些东西跟你精神本质关系不是很大。但是你的那个思维的过程和你有一些精神上涌现出的一些力量和能量，那个才是比较值得去留意的。我这个讲的可能不太明确，其实上师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留意一些你表达爱的这个过程，或者说相关的这种行为的时候，你才会看到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说，我大概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不是那么清晰。对，我们可以就顺着往下嘛，顺藤摸瓜嘛，就往下讨论一下。就是当你找到真正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明确，你找到了一种自我真实的自己的感觉。但是呢，你可能在那个过程之后，就是在你很清醒的状态之后，你变得不清醒了嘛，你又会去怀疑这一切，你会觉得刚才的我，好像是真实的我吗？就是那现在的我又算什么呢？对吧？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会有这种疑虑，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种很清醒的、很觉悟的那种时刻。我打个比方嘛，就比如说你听一个音乐，你觉得非常的感动，那你觉得这一刻的你是更清醒的还是更不清醒？就是你从自己内在的感受来自己评价的话，你回忆一下，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我觉得是一种心流状态，算不上清醒？算清醒吧。就是当你被一个事物感动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力量，首先它是不是从内在出来的？这个肯定是呀。这个肯定是。然后内在的这个力量，你觉得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力量，还是一个很虚假的力量？我觉得相对而言比较真实吧。比较真实，就是比你平时很平静的这种状态要稍微真实一点。可以这么说。其实这种状态下，就是你的爱的能量已经比较显现的时候了。力量已经比较大了，其实，但是它不会一直以这种高能的状态，来体现他自己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种状态下，表达一些东西，或者说做一些事，但是过后可能会后悔。后悔也太真实了。对，你的非常恰当，就是你后悔那一刻的你怎么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毫无保留，那么的把自己完全的打开，完全的开放。所以说其实是因为可能你遇到这样的对象也比较少，因为大家都是有虚伪有面具的嘛。你面对别人很有面具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愿意太过真实的去表达自己。
maybe 我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其实对于人性，我现在已经不太能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了。就是另一方面，我甚至有些时候我还是会很怀疑我自己对于所谓人性的一个判断，然后也会经常会觉得自己，比如说可能也会有太过苛刻呀，或者是怎样的一面，真的会有。很正常，我觉得就是很正常。因为你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阶段，每个人都是在这个阶段当中一点点走到下一个阶段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不经历这个阶段，然后一下子变得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对吧？是的，那么的灿烂，确实。因为所有的这些佛呀、菩萨呀，他们都有自己的过往，也都有自己所谓的这个人生的这种可能比较在我们看来是后悔的一面嘛，但实际他们觉悟之后，他们知道这都是必经之路嘛。对。甚至有的你就像说有一些菩萨，那可能以前还杀过人，对吧？犯过错，但是也不耽误他最后觉悟嘛，成道嘛。因为成道这个东西还是太深奥了，就是到底什么是道呢？就你成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是道，咱现在也不知道。等我成了之后，我就是道。我说什么是什么。对，其实你要是说想知道直接答案的话，我就搬用一些他们给的理论吧，就是他们会告诉你，真正的成道或者说悟道的话，其实就是成为了一种绝对的自由的一个状态。绝对自由，听起来非常的不错。对，因为其实灵魂或者说心灵的终极的追求就是自由。所以我们其实自由真的很难达到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自由度下降。你这么一说，我就有感悟了，确实是这样的。当我对我自己失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行了。或者别人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面很难受。对，我一点不想承认他们的因果。所以你的自由度只要是下降了，你的心灵就会委屈一点，或者说这种不平安一点。然后一旦你的自由度开阔了一点，打开了一点，好了一点，别人告诉你，你这个是允许的，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可以的，你就会好受一点点。对，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是正常的。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因为有一个讲奇迹课程的老师，他也是经常讲，我就去挪用他的这个方法，他就会说这个是正常的，那个也是正常的，都正常。然后我就发现，对这句话好有疗愈的作用就是你一听到都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哇！我觉得它就像一个钥匙一样，解开了我们内心好多的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对吧？一些懊悔，一些苦恼。就会觉得原来那个是正常的。是的。你就会觉得心里面轻松了一点。对，是的。但其实从比较究竟的理论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你的自由度变大了。当你说一件事情是正常的时候，你就不再给它套一个道德呀，或者对，一个束缚，其实你就让它变得自由了。确实。你说的这个我能懂，终于有一个是我能懂的了。其他的你也都会懂的，就是懂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懂了还得做到才是最难的。其实懂是最简单的。确实。但是其实这些理念和概念会扎到你的心里，然后你会慢慢去孵化它。尤其是自由的这个概念，其实它是一个终极概念。它是很终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很多事才能理解什么是自由。但是我觉得从浅显的角度去理解它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的这个灵魂现在已经被就是说在这个幻想当中迷失了嘛，然后其实我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自由的概念，甚至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心灵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词。对对对。
就是迷失大劲儿了，我们太饿了，都不知道怎么去吃饭了，就这种感觉。现在告诉你，你该怎么去吃什么样的食物，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我们迷失到已经不记得怎么样去解脱了，是这样的。哦，这说的好惨呀。是啊，其实很惨，其实真的很惨，真的太惨了。所以我们的感受才会不好啊。我们每天要去算账、看工资，要交水电费，要去算一切的这些财务的问题，然后情感上、关系上，有的时候也会面临挑战。然后这些问题好不容易都解决了，我们身体上可能又一惊一乍的蹦出点什么问题来、毛病来。对，这个其实就是最烦的。是的，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能躲得过去吗？哎，算了吧，就是以前想躲，现在我就只能说，可能哎呀，自己的命就是在这儿吧。可能我这一次到凡间来，我就是要受这种不能吃饭的苦吧。其实我经常看一些医疗类的纪录片，我就是比较喜欢看。我觉得看完之后，我会变得更清醒一些，因为这些血淋淋的真相，其实在向我们展示生活的一个真实面。都会有反驳的声音，觉得你这是看一个很小的一个概率的东西。但我觉得，那如果是小概率，我们就忽视掉的话，那其实我们也是自欺欺人。也有道理。就是很多，比如说儿童，就会得很多罕见病啊，然后癌症啊，然后对吧？然后遭受过非常那种痛苦的治疗之后，依然也没有保住性命。就是这样的事例，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身体，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和它的剧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虽然身体是你的，对吧？虽然身体是你的，但是我的一个感悟吧，就是那你说了算吗？哎呀，别说了，我们就说浅一点的吧。减肥这个事情，我能减多少斤，确实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我也一直在减肥，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身体一直想做我们精神或者说心灵的主人，它总在控制我们。他一会儿告诉你我渴了，我饿了，我馋了，我累了，我困了，我早晨不想起，或者一切的这种，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个东西。我们貌似好像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对吧？但是实际上身体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对抗着我们。哎呀，所以我突然觉得这身体好贱啊。没毛病，没毛病，好贱呐！身体都是一个有公主病的东西。它其实非常矫情。它其实非常矫情。它冷了不行，热了不行，对吧？吃东西难吃了还不行，天天吃一样，无聊，吃够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些什么烟啊、酒啊，很多东西它还会上瘾，你不吃还不行。是的，他逼着你吃，对不对？包括我们吃一些高热量的，对吧？想减肥的人，健康的东西你吃不进去，所以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意愿。其实是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他就是利用欲望来控制我们。所以，如果按奇迹课程来讲的话，就是他一直在否定你不是一具身体。他在毫不避讳的去讲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来接受。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我去讲一个课程里的内容，大家应该像我一样，就顺理成章的去接受它。但我后来逐渐发现，就是这个太自大了。这个其实就是你接受了，不代表别人就应该接受。这只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这句话他就很难消化。对，每个人的模式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没办法说。那你听到这句话，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不是一具身体。我觉得我只是能理解他的
表层意思。我一直觉得人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受苦的，什么阿鼻地狱啊、拔舌地狱啊，这个地狱那个地狱。那难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说个比较丧的嘛，就是那种被卖到边境的，把舌头割了的，把脚砍了就去要饭的，那这个难道不是炼狱吗？是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它就是一个炼狱。是的，就只不过福报好的人可能不觉得是这样。是的，所以福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难评，就是凭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社会准则就是可以去评判一个人呢？我也觉得不该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他遭受的这个罪的数量和程度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是的，对吧？我就把它简单理解成一个福报系统，就你福报比较大的话，你遭的罪就比较少。所以来这里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我真的不能理解。我有时候觉得我归于虚无也不是不可以。哎呸，这个话不能乱说。你不会归于虚无的啊，因为你的本质也不是虚无的。其实你就是已经走到了一个悟道的一个路上了，只不过你自己可能不这么去定义自己而已。当你就觉得人生是苦了，是遭罪了，其实这个已经是和佛心相应了呀。你就整个和佛学已经完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那我真是这么觉得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吧，主要是我可能过得不太好。我跟你说，过得不太好其实才是人生的真相。过得不太好才是常态，我觉得很少有人就是说我现在的就是这个生活。你要看概率啊，对呀，过得特别好的人他是%多少？你就看中国的整个的收入啊，包括财富的这个比例，你就能看到，对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那么富裕的，没有那么奢侈的，或者说讲的实际点，没有那么容易的，都是比较辛苦的。哎呀，对呀，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羡慕不来。真的羡慕不来有些东西。羡慕的话，其实它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就是羡慕它确实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心灵的一个取向，我们可以去这样发展，就是羡慕这个羡慕那个，然后这是我们的自由，对吧？但是你最后会发现这个路它走不通，就是你羡慕之后呢，你只能得到了更多的匮乏感。这个东西确实就是道是这么说嘛，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的会有一些就是情绪或者是想法。明白。其实这些东西可以解决，只不过就是它确实是需要过程，而且要用对方法。确实。一般就是我们一般到这里了就开始打单了哈，就开始卖课了。我们没有课，我们就是灵性的体系嘛，我们不盈利，我们做好事。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这样，我一般就是跟我的学员说到这里，然后我就开始打单了。所以来我们买老师的课吧，老师带着你一步一步走，多少钱，就这么来了。其实卖课是好事，因为大家花了钱会更认真去对待这个东西，反而免费的话可能会觉得是随时可以扔掉的一种，不太受重视的一种事物吧。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收费未必是一件坏事。我觉得其实有价值的东西收费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咱说只要不是太那种就是太贵就行，对吧？你别好几万一个课，卖个299、399，我觉得是合理的。那我们下一期就可以聊一下，你是想聊一下生命的真相呢，还是就聊这个关于嫉妒这件事情，我们如何去化解？你觉得哪个主题更有流量就做哪个吧。这个我都还好。我们做什么其实都不是很有流量。好真实啊！救命，好真实。对，因为我们不是为流量而生的，我们就是为自由而生的。好的，为自由而生的。那我们太晚了，我们就聊点生活化的，就聊聊嫉妒这个事儿也可以。好，那这期就到这里，我重新开。
好，好，拜拜，拜拜。都可以。没有什么有趣的见闻，我的妈呀，我的生活现在非常的无聊，非常的两点一线，每天就是睁开眼睛就是赚钱，就是干。那这也是一个话题呀，无聊的生活嘛，我也有这种感觉，是吧？对，我觉得现在每天都在重复。对，每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有意义的事情吧。但是平淡淡也是真，就觉得你说它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很难评价。你说不好吧，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问题；说好的话，感觉也没有什么意思。是的，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这个生活，如果说它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这可能是我想要的。就是像现在一样平稳的这种状态呗。对，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有点，可能是之前有点应激的，就是时间太久了，就是一直是处于那种很不安全的状态下，所以一下子让我安全了，我反而天天会给自己找点事儿，给自己找点不痛快。是，那你具体讲讲是怎么回事呢？讲不出来，其实就比如说我现在的状态其实非常的平稳一没有什么感情纠葛，然后二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压力的，然后但是我就是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问自己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就之前可能有一些感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是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想吧，有时候就是会问自己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比如说之前的哪个人你喜欢他吗？你喜欢他的点是什么？不喜欢他的点是什么？你不能跟他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会问自己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本就不重要，根本不重要。对，就是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